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鲍明。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说一说美国的媒体认为离间中俄关系是不可能的。6月16号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瑞士举行了一场峰会。据说会谈的气氛还算融洽，场面远远不如3月份在阿拉斯加举行的美中会谈那么火爆。因此相当一部分西方的媒体开始梦想，美国已经搞定了俄罗斯，现在要转个身来全力对付中国了。美国上层可能真的曾有这样的心思。与俄罗斯相比，中国的综合国力要强大得多，经济增长速度也要快得多，特别是中国正在突破一些战略科技的瓶颈。如果不能阻止中国的进步，美国继续独霸世界的想法就真的要失败了。但是有一些清醒的分析家也认识到，就凭一次会谈来离间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可能性太低了。中俄两国之间的共同立场、共同利益远远不是拜登说两句好听的话就可以改变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俄罗斯和中国都在美国霸权主义的行径下受到严重的伤害。以美国为首的不公平、不公正的所谓全球秩序，以及美国通过政治、军事、外交、间谍行动展现的霸权主义的立场，都严重地影响到中俄的正常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了建立公正的国际新秩序，中俄签订了一系列的贸易协议、军事合作协议和外交协议。这些行动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西方的诋毁和指责，只不过西方已经没有实力来阻止中俄的接近以及合作。西方分析家承认，中俄为了促进更广泛的伙伴关系的想法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两国领导人形容现在的中俄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俄罗斯方面在拜登普京峰会之前还承诺，如果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俄罗斯将通知中方。俄罗斯还表示，无论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如何，俄中关系都不会改变。这样的态度不但有反对霸权主义的考虑，也得到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强力支撑。2018年，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额首次超过了1000亿美元，到2024年将增加到2000亿美元。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主要是机械和电子产品，而俄罗斯主要出口石油、天然气之类的能源货物到中国。随着北极的变暖，货轮可以从中国穿过北冰洋直达俄罗斯，不再需要从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通过，也就不容易受到美国的威胁。2020年以来两国之间的大部分贸易都是通过俄罗斯的卢布、中国的人民币或者是欧元进行的，这就更加鲜明地表达了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的关系正在日益的稳固。几天前中俄还联合宣布了月球国际科学考察站的建设蓝图，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长期有人值守的外星球设施。上面的这些战略合作意味着中俄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已经非常的稳固。西方的这些分析家们很难从中找到什么裂痕可以上下其手。但是西方势力是不会就此认输的。有分析家认为，美国还是有机会在中俄之间制造矛盾的。他们认为，首先可以搞乱的是阿富汗。随着美国的撤军俄罗斯必将在这个地区重新发挥重要作用。而中国已经在中亚前苏联5国实施了大量的经济投资，西方有可能用这个问题来挑唆俄罗斯的不满。另外，中国近年来减少了对俄罗斯武器的进口，而且在很多市场上与俄罗斯的军工企业存在着竞争的关系。而且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中国的经济联系、人员往来比较密切，西方认为这可以用来制造俄罗斯主流社会的危机感。这些问题能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制造矛盾吗？西方国家也承认，中俄完全可以识破任何离间彼此的企图，确保两国之间的分歧不会公开，并且采取行动来反对美国人的阴谋诡计。所以国外的一些专家呼吁美国一定要向俄罗斯提供更有价值的交换条件，比如说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不接受乌克兰加入欧盟乃至北约等等吧。很显然拜登也不是没有想到这些办法。在与普京见面之前拜登就宣布美国不再反对俄罗斯向德国提供天然气的北溪2号计划，显然是打算给俄罗斯一些甜头。但这件事情本身就足够引起俄罗斯的警觉了。如果俄罗斯听从了美国的挑唆，走向了中国的对立面，那么迟早有一天也会遭到美国的出卖。过去几十年俄罗斯在美国手下吃亏无数，只要普京依然是俄罗斯的总统，我想俄罗斯淡然是不会上当的。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儿。